日本政府周二发布新版外交蓝皮书，声称中国军力增强在东海、南海的活动已成为包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在安保上的强烈关切事项，并非议中国出台海警法，妄称中国海警局船只在钓鱼岛周边的活动违反国际法。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但另一方面，这份蓝皮书仍将日本对华关系描述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日方这种充满矛盾的表述背后打的是什么算盘？霍建刚深入分析。日本自民党接连爆出金权政治、违反选举法等丑闻，导致3场国会议员补选和重选全部败北。在此背景下，日本首相菅义伟仍在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中声称要加强美日印澳4边机制合作，并炒作中国议题，是否意在转移国内矛盾？与此同时，印度的新冠疫情已然失控，连续6天单日新增确诊突破30万。美方终于改变态度，表示将提供紧急援助，但为何仍被质疑缺乏诚意、杯水车薪？新冠疫情缘何成为照出美式双标人权和所谓印太价值观的照妖镜？苏晓辉、林明旺在线解析。英国政府周一宣布，由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率领的编队将于5月启程，奔赴印太地区进行为期近7个月的首次作战部署。英国的航母战斗群如何组成，有何亮点，又将执行哪些任务？在完成脱欧后的正式开始践行所谓全球化英国战略的英国，为何首先祭出的仍是过时的炮舰外交策略？这次掏空家底的巡弋，真的能让英国实现拓展利益版图的意图吗？时红无间点拨关键，详细的焦点分析，稍后为您呈现，不要走开。近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深陷政治丑闻和抗议不力的双重危机，国内问题重重。首相菅义伟却仍在炒作反华议题，先是跑到美国联手拜登发布联合声明，大谈台海问题。周一又找上深陷新冠疫情危机的印度总理莫迪，在通话中对中国的正当海洋活动说3道4。周二，日本政府发布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再次渲染对中国所谓军事扩张以及在东海和南海日益增长的活动的担忧。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正告日方，纠正错误做法，真正把构筑稳定对华关系的表态落到实际行动上。据日本共同社周一报道，菅义伟于当天下午和莫迪举行了将近半小时的电话交谈。在谈话中，菅义伟老调重弹称，日本对中国在周边海域的所谓挑衅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他表示，日印应与包括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持续合作，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就在菅义伟与莫迪通话的第2天，日本政府发布2021年版外交蓝皮书，再度渲染对中国所谓军事扩张以及在东海、南海日益增长的活动的担忧。蓝皮书声称，中国军力增强和在东海、南海的活动已成为包括日本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保上的强烈关切事项。此外，蓝皮书还非议中方出台海警法，妄称中国海警局船只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围的活动违反国际法，人为炒作，局势日益严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发布的这本蓝皮书大肆渲染中国威胁，但同时又将中日关系称作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峻考验，希望日方纠正错误做法，真正把构筑稳定对华关系的表态落到实际行动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在钓鱼岛海域开展巡航执法活动，是依法行使本国的固有权利。日本新版外交蓝皮书大肆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对中国恶意攻击抹黑，无理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不仅对中方事务说3道4，日本发布的蓝皮书还四处点火，将独岛称为日本固有领土，将北方4岛称为日本拥有主权的岛屿，引发周边国家不满。韩国外交部当天对蓝皮书主张独岛主权一事表示强烈抗议，并敦促日方立即撤回相关表述。此外，针对中国自然资源部周一在其官网和钓鱼岛专题网站发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地形地貌调查报告，日本外务省当天通过外交渠道对报告提出抗议，理由竟是报告将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作为前提进行撰写。观察认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日本近年来企图封杀中国对钓鱼岛的研究和介绍，捏造不实之词，对国民进行洗脑式教育，这种单方面剥夺公众知情权的做法非常危险。
公开资料显示，中方最新发布的调查报告基于长期的历史调查数据，采用最新高分辨率卫星遥感等调查方式，获取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海岛和30米以浅区域最新地形数据，编制了最新大比例尺海岛地形地貌专题图，进一步完善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基础地理数据体系，对开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资源管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分析指出，日本最近在钓鱼岛问题上对中国显示强硬立场，使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令不了解真相的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走低。以此为背景，加强有关钓鱼岛主权归属、法理以及自然状况方面的介绍，有利于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认识钓鱼岛的相关情况。其实这几年，日本在这个钓鱼岛问题上做出了一些非常出格的这个行动。无论是日本的地方政府还是日本的议员，他提出的一些所谓的这个要求，我觉得是非常恶劣的。所以呢，我们中国政府的这个行为，我觉得是一种以正视听的这个行为。近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涉华议题上带节奏。上周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后，台湾议题时隔近半个世纪再次出现在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对此，日本媒体甚至一度造谣说，日本可能武力介入台海冲突，逼得菅义伟在国会报告访美情况时紧急辟谣称，美日联合声明中完全不预设军事介入等内容。但据多名消息人士周日透露，日本政府已经开始正式讨论台湾海峡出现突发事态时的自卫队活动相关法律运用，力图加强必要的防卫能力。观察认为，日本政府持续炒作涉华议题，是妄图用外交工作来转移国内视线，因为此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危机和抗疫局势已然火烧眉毛。此前，前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众议员吉川贵盛因深陷贿选丑闻辞职，自民党前参议员河井案里为拉票涉嫌向地方议员发放现金，违反公职选举法，被宣布当选结果无效。前国土交通大臣、立宪民主党参议员羽田雄一郎因感染新冠病毒去世。一系列政坛地震后，日本参众议院决定重选和补选3位议员。周日开票后，3个选区获胜者均为在野党推举的候选人，执政的自民党3战全败。日媒指出，这是菅义伟上台以来的首次议员选举，也是今年10月日本众议院换届前的前哨战。选举结果对政权的打击不可估量，让执政的自民党危机感增强，也给菅义伟政权的运营蒙上一层阴影。因为自民党之前的目标是最坏也要保住1个席位。对此，菅义伟周一回应称，接受一切批评，并愿就此改进。同时，面向下届众议院选举，加紧重整政权运营。尽管菅义伟对外坚称执政党内很团结，但观察人士发现，自民党内部显然已经出现了担忧菅义伟执政表现影响众议院换届选举的声音。实际上，对于自民党来说，基本上是很难获胜的。但是对于那个菅义伟来说的话呢，现在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基本盘，我觉得还是在的。所以呢，这次的这个选举，应该不至于对他产生一个就是说非常大的一个致命的这个影响。除了政治丑闻以外，另一严重影响选情的因素是日本民众对菅义伟政府抗疫表现的不满。日本目前第4波疫情肆虐，东京都、大阪府等地已经进入第3轮疫情紧急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数周一累计超过1万人。专家指出，日本第4波疫情主要是由传染力较强的变异毒株引发，感染者越是高龄，死亡率越高。而日本政府用作防疫王牌的疫苗接种，从本月12号起才面向老年人实施，短期内难以有效降低死亡率。这几波疫情对于菅义伟来说，他们都没有处理好。咱们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日本的疫情一缓解，它的支持率就会慢慢的就是说恢复。但是如果疫情严重的话，它的支持率就慢慢的这个走低，所以基本上就呈现这么一种就是说态势。其实对它最关键的这个影响，实际上是新冠疫情。好的，马上来连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苏晓辉。苏女士你好，那么日印首脑举行通话，既谈到美日印澳4边机制合作的重要性，还对中国正常的海洋活动进行炒作。那么您对于此次双边通话有何观察呢？大家如果观察一些细节，会看到呢，这一次通话实际上来的是比较敷衍。在这个菅义伟访美的行程的过程中，日本呢就已经释放出信息，菅义伟在访美之后呢，将访问印度，与印度方面呢进行沟通。一方面呢，传达日美之间在进行合作、在进行沟通的过程中，
中，双方达成的一些重要的信息。同时呢，日本也希望为美国呢充作马前卒，来推动美日澳印四方机制的相关的建设，尤其是希望呢印度作为这个美国的非盟友，而仅仅是伙伴，能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在菅义伟和莫迪通话的时候呢，明显看出的是，现在两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深陷泥潭。一方面呢，近一时期印度和日本疫情呢都出现反弹，所以呢，使这个菅义伟此前设计的访问印度的行程没有办法成行，双方呢只能通过这种通话的方式来进行沟通。而从这个通话的更多的细节可以看出，通话一共时长25分钟，那么算上翻译的时间呢，有效的沟通时间也就是10几分钟。双方呢不可能谈及一些问题的重要的细节，而更多的是进行这种所谓的立场上的宣示。而很明显呢，菅义伟呢在进行这样的一次通话的时候，是试图呢显得自己在外交政策方面是在进一步的推动此前日美进行沟通所达成的重要的成果，尤其在涉及到日本关心的东海的问题上，这个钓鱼岛的问题上，是希望能够通过向印度传达信息的方式来扩大日本方面政策它的这种影响力，是借这样的一次通话的机会来隔空进行喊话。其实呢，某种程度是麦克风外交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会看到呢，如此短的沟通的时间，以及呢只是强调一些所谓的这种理念上的共识，日方呢与印方呢确定一些信息，更多的是反映出近一时期日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焦虑。而对于未来呢美日澳印四方机制的建立，以及日本所谓的地区影响力和在这个地区外交层面的地位的提升，并没有非常直接的效果。那么您刚才呢也提到，日印两国疫情都出现了反弹，尤其是印度这一轮疫情来势凶猛，新增病例峰值不断被刷新。那您认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从目前来看，有一些这种专家指出，这是因为病毒的变异造成的，认为呢印度此次呢疫情反弹主要是因为天灾的原因，甚至说呢这个疫情出现一些变化，病毒的这种变异是这个当前印度疫情反弹的最直接的和全部的原因。但是这种判断呢明显的是不够全面的，大家更多的是看到此次印度疫情的反弹不仅仅是天灾，而更多的是人祸，包括此前的印度政府放宽管控的措施，印度民众呢在这个长期的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产生了我们所说的新冠疲劳，不再愿意遵守一些相关的管控的措施，希望能够呢急于回归正常的生活。而这一系列的举动呢，都给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可乘之机。更不用说呢，近期呢，印度国内有这个地方选举，有宗教的节日，有这种大型集会等一系列的能够使病毒更多传播的一些这个机会，一些这个造成传播风险的一些情况。那么同样呢，还有的是我们看到印度在这个相关的病毒基因测序的问题上，并没有这个紧密的监控。有消息说呢，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印度政府关于这个印度病毒的这种相关的传播，其实呢是属于一种疏于监控的状态，在这个病毒出现变异的时候，并没有第一时间来进行追踪，来关注到相关的危险的动向，所以这也是呢印度疫情失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看到了这些因素呢，明显的会感到，现在印度国内在疫情防控的过程中，人为的这个因素还是对这个未来抗疫产生最根本影响的因素。但是呢，从目前印度政府的一系列的举措来看，一方面呢缺乏有效的措施，尤其是在这个疫苗接种仍然出现鸿沟的一系列的固有的问题上，现在呢还没有更加有效的举措，尤其是这个印度贫富差距巨大，对于非常大数量的这种贫困人口，他们未来呢，在这个面对病毒变异等一系列的这种不确定性、更多的风险的时候，是更加脆弱的一个群体，而更加缺少保护。同时呢，也可以看到是印度政府呢，在平衡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是把经济重启、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首要的任务。所以在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之下，现在对于印度疫情未来的这种发展，我们会看到更多的风险和让人担心的一些现象。而未来呢，印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够实现这个疫情的达峰，然后最终呢转向这种相对可以管控到这个病毒传播的状态，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未来的发展的动向。另外呢，美国总统拜登也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话，表示将为印度疫情防控提供帮助。那么在您看来，这是不是美方之前被批见死不救之后，面对巨大舆论压力的被动回应呢？面对印度方面的求援，
一开始呢，美国政府并没有给予非常积极的回应，反而是非常的冷漠。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在抗疫问题上所谓的重返多边主义，所谓的承担责任，所谓的与盟友之间紧密的合作，其实呢，实质还是美国优先的原则。但是呢，现在呢，拜登之所以与这个印度方面进行了沟通，甚至以通话的方式呢，来试图安抚印度，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拜登政府观察到的是，国际社会对于印度疫情的蔓延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世卫组织提醒，印度如果失守的话，对于全球抗疫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也是此前的大家对印度疫情所产生担心背后的一个核心的要素。全球抗疫必须是一盘棋，所以此时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于印度的抗疫采取了积极进行支援的举措，这迫使美国呢要通过一些相应的措施来改善自己此前的形象，要表现出对于印度的关注。所以这种姿态的展示是符合当前美国应对外交难题的一种需要。而同时呢，美国也看到的是，现在呢对于美印关系来说，如果在抗疫的方面呢做的这个过于冷漠，对于印度的需求呢不进行必要的回应的话，恐怕对于未来美国的地区战略也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印度国内呢已经产生了对于美印之间关系、对于美国所构建的四边机制的质疑，认为呢此前呢美印之间的打引号的秀恩爱，其实呢并不代表双方之间的所谓的打引号的真爱，而暴露出的是这个美国是要利用盟友和伙伴，而非呢与盟友和伙伴进行积极互动、共担责任的一种现实。所以面对一系列的这种质疑的因素，拜登政府呢不得不进行政策上的调整。但是未来呢，美国在全球抗疫的过程中，在这个重建多边主义的过程中，到底能够发挥多少作用？恐怕现在国际社会上对美国质疑的声音会越来越大，而美国呢想打造的这种负责任大国的形象，美国呢希望重启的这种全球的领导力和权威性也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那么此外呢，中方主动提出要为印度抗疫提供便利和支持，那您怎么来看中方的积极作为呢？首先要说呢，中国呢主动的表示对印度呢要提供帮助，并不是中国呢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来撬动中印关系，或者是说使印度国内在对华的这种感知上有一些变化。从根本来看呢，中国考虑到的是全球抗疫各方呢必须要同舟共济，而不能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采取一种本国利益优先的做法，最终呢不但不能够维护本国的利益，反而会给国际社会、给全球抗疫带来更加负面的效应。尤其呢，印度是我们重要的邻国，而印度的疫情的失守会对这个地区和国际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中国的提出这个援助、提出帮助的这种举措，首先呢是基于全球抗疫一盘棋，以及呢基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的一种非常正常的反应。同时呢，中国观察到呢，现在很多国家在谈到这个疫情防控、在谈到疫苗的问题上，实际上是有一些小算盘的。我们也看到呢，美国此前呢，在这个疫苗生产的问题上，一方面呢，本国大量囤积，而另外一方面呢，对于像印度这样的伙伴，美国希望呢，印度能够发挥自己疫苗工厂的作用，让印度呢为美国呢来进行生产，来通过这种疫苗作为一个手段来实现美国地区影响力和全球影响力的扩大。这并不是中方当前的政策的核心。中国看到美国的错误的行为，不会采取错误的方式来应对美方的错误的举措，使这个错误呢在一个错误的轨道上不断的演进。所以从当前中方的这种一系列释放的声音，以及我们所做出的政策的举措中，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始终在全球疫情防控合作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是负责任的角色。而中国呢，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国家在抗疫的过程中呢，去掉一些政治的因素，真正能够以这个人类命运与共为基础来进行良性的互动。好的，非常感谢苏女士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英国政府周一宣布，由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率领的编队将于5月启程，奔赴印太地区进行首次的作战部署。英国国防大臣特别强调，这次任务旨在向世界证明英国没有倒退，而是在继续前进。英国在完成脱欧后，正式开始践行其所谓全球化英国的战略，但为何首先祭出的却是过时的炮舰外交策略？来看报道。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28周的部署期间，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航母战斗群航行超过 2.6 万海里，从地中海到红海，从亚丁湾到阿拉伯海，从印度洋到菲律宾海，预计将访问包括印度、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在内的40多个国家，参与70多项任务。例如，在地中海与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共同航行，与印度军队在印度洋进行一系列演习。英国国防部称，这将是英国当代最大规模的海空武装海外派遣行动。作为编队的核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是英国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的一艘航母，造价30亿英镑。此次将有8架 F-35B 战机随行。除航母外，编队还包括2艘45型驱逐舰卫士号和钻石号，2艘23型护卫舰肯特号和里士满号，1艘维多利亚堡级综合补给舰，1艘潮汐级油料补给舰，以及1艘配备了战斧巡航导弹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航母的带刀护卫作为英国海上力量的代表，45型驱逐舰是英国皇家海军战后建造的最大水面舰艇。由于结合了许多先进技术的应用，因而被称为欧洲第一舰。同时，又因为独特的雷达造型，被戏称为顶个球驱逐舰。综合电力推进系统和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使45型驱逐舰具备了卓越的性能，特别是由英国自主研发的桑普森 3D 相控阵雷达，最大探测距离为400公里，可以跟踪1000个空中目标。它的总体性能与美国宙斯盾系统使用的 Spy-ED 雷达相当，甚至在滤除杂波干扰方面超过了美国宙斯盾，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之一。结合防空系统，45型驱逐舰拥有欧洲最强的防空能力。然而，受限于经费与国力，导致45型驱逐舰的舰体规模与火力都与最初的雄心壮志有差落，限制了桑普森雷达与战斗系统的潜能发挥。而一再删减的国防预算也导致45型驱逐舰的产量缩水，从最初预算建造12艘砍道只剩1半服役。45型驱逐舰设计满载排水量8000吨，因财政预算问题，实际配置从轻从简，实际满载排水量只有7350吨，与中国海军052D 导弹驱逐舰相当，但其48单元的垂直发射系统不及052D 的64单元，更不及美日宙斯盾驱逐舰的96单元，而且仅能发射2型紫苑防空导弹，与中美俄驱逐舰可通过垂直发射系统实施防空、反潜和对陆攻击等多任务形成差距。即便如此，英国海军此次由7艘水面舰艇和1艘核潜艇构成的航母编队，仍可称得上是掏出了全副家底。特约评论员石红对深圳卫视记者表示，英国目前虽然有2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但目前仅伊丽莎白女王号能够机动，而且并未完全形成战斗力。8架 F-35B 仅是其满编状态的1/3，2艘45型驱逐舰和2艘23型护卫舰，再加上1艘机敏级攻击核潜艇，也占用其海军的大部分机动力量。因为他在脱欧之后呢，和欧盟的关系呢是越来越远，美国呢又没有给他强力的支持，这让英国呢感觉到很尴尬，所以呢他自己呢要去在经济还有呢其他方面呢更加活跃的印太地区来展现呢英国的这种能力。如果说这个印太地区他要抓不住的话，英国就没有未来。那么要展示呢英国的这种能力的话，那现在最快的、最有效的，就是让大家看到了英国的这种军事实力了。本月初，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在访问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时就表示，派遣航母战斗群是英国巩固安全领域合作的重要举措。而在3月16号，英国首相约翰逊正式将一份题为《竞争时代中的全球化英国》的报告提交给议会下院。一方面重申英美关系是英国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英国将加强其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报告称，印太地区正在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并强调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该地区的长期部署计划。此外，英国也会尽快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过，向印太倾斜在英国国内引发了一些质疑。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英国没有认识到自己和美国的不平等，英国在印太地区的整体力量相对不足，而且地理位置遥远。卫报指出，报告写得好像欧盟根本不存在一样。英国寻求新的伙伴关系可以是补充，但不是代替。即使英国最终加入了 CPTPP， 千里之外的国家也不太可能完全弥补英国与欧盟贸易的崩溃。石红认为，英国这份向印太倾斜的战
战略意愿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单从此次公布的航母编队首次印太部署的行程就可以看出，既有日本、韩国这样的盟友和伙伴，也有印度、新加坡等英联邦国家，拓展利益版图的意图非常明显。而且，英国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虽然有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因素，但并没有从属和附庸关系。美国需要的是盟友对他的配合，而不是呢在逐渐成为另一个主导。英国现在实际上也很聪明，他在这点上不断的表面上在强调呢，我要去跟随美国，我要去配合美国的战略。其实呢，他最终目的呢还是要扩展自己的在印太地区的这种影响力，也最终呢要给英国呢捞这种更多的这种利益。在这份114页的竞争时代中的全球化英国报告中，中国被提到27次，并被定位为主要竞争对手。报告着重提到，英国需要提升应对中国系统性挑战的能力。它所定义的中国挑战涵盖安全、经济繁荣以及价值观等方方面面，甚至还包括那些指向英国盟友和伙伴的。声称中国对英国经济安全构成最大的国家型威胁，也充满对抗意味。但报告也提出，我们需要继续寻求与中国积极的贸易投资关系，同时保证我们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得到保护。我们还将和中国就解决国际间挑战展开合作，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约翰逊就报告对议员发表讲话时称，尽管中国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巨大挑战，但英国将在符合价值观与利益的条件下与中国展开合作。他强调，毕竟我们和中国有着价值约810亿英镑的贸易联系。他还说，那些赞成与中国展开新冷战的人错了，不应对中国采取冷战思维。尽管约翰逊政府对华政策充满矛盾，带有比较强的模糊性和投机性，但就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即将展开的印太部署来看，尽管英国国防大臣本·华莱士宣称是去挑战那些对世界秩序的威胁，但并没有指名道姓。而且相较于2年前，时任英国国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明确表示要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前往南海，此次英方则重点强调印太地区。此外，英国《每日电讯报》还称，接下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编队行经南海驶向日本的时候，将取到东海，而不会穿航台湾海峡，避免触怒中国。如果他不通过的，那显然呢表明他没有特别强的对华的这种遏制和对抗的这种态度在里边。那么这一点来说，从目前就是本·华莱士就是英国国务国防大臣的表态的情况来看，他也没有提及这个过台湾海峡，甚至都没有提到要在南海，他一直呢强调在菲律宾海这一带。事实上，如果英国是要学美国来印太地区，尤其是南海搅浑水，相信本地区国家也不会答应。周一，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越南国家主席阮春福分别在河内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阮富仲说，双方要在彼此信任和尊重的基础上，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南海问题，避免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大局。阮春福说，越方也将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破坏中越关系的图谋，永远不会跟着其他国家反对中国。魏凤和说，在南海问题上，中越要着眼大局和长远，管控好分歧矛盾，谋划好海上合作，坚决抵制域外大国插手搅局，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安宁。好，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你好，那么英国航母编队下月要来远东部署，而且大概率穿越南海。那么吴先您对此怎么来看？那么英国搅局亚太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英国航母不远万里到远东，特别是南海活动，实际是狐假虎威的军事秀，是配合美国搞航行自由宣示，显示政治站队。个中的要义呢，是英国希望同美国抱团取暖，获得经济、技术乃至外交的支持。英国配合美国搞大国竞争，派航母去亚太，让那儿相信英国回来了，然后呢，去接纳英国，从而让英国在亚太找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这其实是拿旧船票去做新轮船，心很大，可命未必好。为什么呢？还是回到航母事情本身吧。我给大家摆摆龙门阵。要来的英国航母叫伊丽莎白女王，从07年开建至今，已经超支快20亿英镑。因为疫情和经济萎缩，连凑齐标准编制的 F-35B 舰载机都不行。这一回呢，他都要请美国陆战队的一个 F-35B 中队上舰，
摆出一副亏明假亮的样子给人看。事实上，英国早已无法维系大洋海军的气派，整个航母赴远东的进程实际采取共享共用的方式。英国的国防部就宣布过，接下去伊丽莎白女王航母将频繁搭载别国的 F-35B， 并广泛参加英国防务之外的行动。而这样做呢，绝非慈善，而是外军共享的同时要掏养船的钱。要知道，自从新航母服役，就频传事故，影响出动，而这些维修的开销呢，将通过引入外军的资金来弥补。你说，这种小算盘打到别人头上的全球化不列颠，到底是让人敬畏呢，还是让人唏嘘？那么，当域外国家试图搅浑水之际，中国与南海方向的当事国家呢，却达成了一系列共识。越南政府和军队领导层就明确表示，警惕和坚决抵制任何破坏越中关系的图谋，永不跟着别国反华。那您对此怎么来看呢？我们知道，中越在南海问题上有分歧，但双方又都秉承南海共同行为宣言的精神，管控分歧，增进互信。特别是两国又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事业中结下深厚友谊。即便美国利用印太战略布局，积极笼络越南，试图把它打造成遏制中国的重要非盟国伙伴，但至少从越南本身去看，可以发现他明白盲目选边站队的危害，以及美国从未放弃对越政治企图。该有的理智，该有的立场，在关键时刻必须说出来，讲清楚。从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可以理解，越南这些年没有过分追随美国炒热南海话题，同时呢，加强同中国的党际、军际交往，体现出他们重视辩证的去寻找可供交往运用的合作伙伴，同时呢，又科学理性的去确认斗争的对象，从而使自身的有限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发挥。可以说，如此强调立事实谋的越南，其实代表了南海主要当事国的普遍心态。只要我们把握好军事和外交的复合因素，我们有信心、有能力让这片海域保持稳定，实现互利共赢。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线来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撤销了对美国国防设施供电单位使用中国电力设备的禁令，但同时维持了前总统特朗普有关加强保障大容量电力设备安全的行政命令。拜登喊停这条禁令出于何种考量？对于中国电力企业有何影响？来看报道。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曾于去年5月1号颁布13920号行政令，称海外敌对国家正在美国大容量电力系统中制造越来越多的弱点，并加以利用。美国电力系统遭受的攻击包括恶意网络攻击。攻击一旦成功，美国经济与民众健康安全将遭受巨大的威胁。因此，特朗普责成美国政府排查大容量电力系统中的安全风险，监控或替换那些采购于不可信任的外国供应商的设备。根据该行政令授予的权利，时任美国能源部长丹·布劳伊莱特于当年12月宣布，禁止供应关键国防设施的公用事业公司从中国采购特定电气设备，原因是这些电气设备会给大容量电力系统带来风险。所谓大容量电力系统设备一般包括变电站、控制室及发电厂使用的一些设备，例如核反应堆、电容器、变压器、大型发电机及备用发电机等。该禁令于2021年1月16号，也就是拜登上任几天前正式生效。不过，拜登1月20号上任后，对特朗普时期签署的部分行政命令禁令进行了为期90天的冻结。经过90天的审议后，美国能源部于上周正式宣布恢复执行13920号行政命令，但决定撤销去年12月颁布的有关国防设施禁用中国电力设施的禁止令。中国现在整个电力设备、成套电力设备的这个生产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美国的这个企业，它没有那么快能够这个替代这个来自中国进口的这个电力设备，所以第一个呢，就是从非常实际的角度来讲，它没有那么快能够适应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也是
这个它要回归到一个对外政策的这个基本理性，就是说，那好了，我还要评估。那么如果这个权力竞争，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进一步强化，那么我们的这个电力企业恐怕也要做好这个准备。有分析指出，虽然美国关键国防设施对中国电力产品禁令得以解除，但并不代表那些进入美国市场的中国电力设备企业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拜登对特朗普13920号行政令中有关外国对手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威胁定论维持原判，实在耐人寻味。事实上，特朗普执政时期在多领域攻击中国企业对美国造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并借机打压中国企业。特朗普去年5月颁布13920号行政令时，就有分显示说，中国电力设备制造商将因这一行动无缘美国市场，面临类似华为被隔绝于美国 5G 通讯网络那样的境况。如果被美国政府定性为所谓不可信任，即使已经安装在美国电力系统的设备和部件，也有可能如同华为产品那样被拆旧换新。对此，中国外交部已经多次强调，中国企业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在国际化经营中严格遵守包括美国法律在内的各国法律法规，美方所作所为严重违背美方一贯标榜的市场竞争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美方应停止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打压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在应对整个气候变化的这个背景下，那么电力在所有能源中的这个重要性是越来越增加的。那么根据预测呢，那么现在大概是这个电力占整个能源供应的20%，世界范围内吧。那么未来到2040年，那么可能会到这个25%到34%不同的。所以第一个电力特别重要，第二个呢就是电力的这个数字化或者叫网络化。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那么在这样的这个背景下呢，美国是一定会这个加强自己的这个电力系统的这个自给率的。路透社引述一名白宫高级官员的话称，白宫希望利用美国公用事业、工会和绿色团体对全国清洁能源计划日益增长的支持，通过推动国会批准一项法律，要求到2030年，美国电网80%的电力必须来自无排放的能源。虽然该目标将不如拜登提出的到2035年实现电网净零碳排放的雄心，但由于美国电力目前有40%来自清洁能源，根据一项新的分析，利用现有技术到2030年，使用清洁电力比重达到80%，且不额外增加任何地区纳税人负担是可以实现的，因此被认为是拜登能源政策的终极里程碑。外界注意到，伴随着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美国重回巴黎气候协定，气候变化以及碳中和成为了热门的话题。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当前中美两国展开合作的关键领域，对于正处在新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而言至关重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在当地时间周一的媒体简报会上表示，美国需要利用本国资源和力量，也需要和盟国与伙伴合作，与中国展开竞争，但同时也会在某些领域与中国合作，比如在气候问题等方面。It's a relationship that has competitive aspects, adversarial aspects, and also cooperative elements to it as well. 与此同时，有观点认为，未来碳中和预计将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议题。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偏爱贸易议题，也因此与中国开展了数年的贸易战，那么拜登政府的思路则明显发生了变化，即政策上的可预测性更强，但涉及的议题则更加庞杂，且统一战线的思维模式十分清晰。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美国正寻求与盟友找到共识，大概率会在碳排放议题上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在碳排放议题上给出更加明确和力度更大的承诺。我觉得这是一个国际合作问题了，需要这个中美两国带头和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合作。中方当然我们主张就是共同带有区别的这个责任，那么也希望呢发达国家一方面要减排，另外一个还要为这个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呢提供资金和技术。特朗普呢政府之前呢设下了一个不好的这个先例，就是美国的政策只管一任。我觉得这个就是会为这个应对气候变化和解决这个排放问题呢留下了一个难题吧。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多个反对派政团出现退党潮。周一，乱港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浩环称，收到警方文件，要求其就民阵涉嫌违反社团条例、资金来源、游行资料等做说明。
多年来，作为香港反对派最大联合平台，民阵成为近年来香港社会黑暴活动的主要乱源之一。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二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及此事，称不评论个案，但重申市民言论、集会等自由受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保障，并非无限制。民阵召集人陈浩环周一晚间到旺角警署报到，他收到警方文件，指民阵涉嫌违反香港社团条例第5条，要求民阵以书面形式向社团事务主任提供6项资料，包括没有再申请社团注册的原因、民阵社交专业是否由民阵建立和管理，要求提供民阵由2006年9月至今举办的游行集会资料，以及要求交代民阵成立以来的收入来源、开支、用作接收任何资金或款项的银行及户口号码等。警方要求陈浩环于5月5号之前回复。深圳卫视查阅资料发现，社团条例第5条中明确指出，若社团事务主任合理的相信取消该社团或该分支结构的注册或注册豁免符合维护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的需要，在咨询保安局局长后可取消任何社团或分支结构的注册。从公开报道中可以得知，民阵曾于2006年7月18号按社团条例注册，后在9月11号申请取消注册，但按传媒及社交平台信息显示，民阵其后仍然以社团形式运作。香港民阵于2002年9月成立，最初只是负责针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反对工作，但在2003年7·1游行后，逐渐成为反对派的联合平台，几乎所有反对派成员都参与其中，高峰时有60多个组织加入。民阵每年都会鼓动7·1游行，目标直指一国两制和特区政府施政。2014年，民阵发起的7·1游行结束后，当晚其成员学联和学民思潮又发起在中环静坐活动预演战中，这也成为长达79天的非法战中的开端。此后，民阵更是在所谓暴力抗争的路上越走越远。2019年6月9号，香港因修例风波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游行就是由民阵发起的，随后游行演变成骚乱，有暴徒冲击香港立法会大楼，与香港警察发生冲突。在整个修例风波中，民阵一直是蓝炒黑暴的乱港平台，几乎每次发起游行集会都为黑衣暴徒、港独分子搭桥铺路，最终演变成大规模暴乱。还有消息指，民阵一直跟国际反华势力和组织勾结，接受境外反华组织的资助。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就是民阵的幕后金主之一。在香港修例风波中，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向大部分参与此事件的团体提供资金支持，其中就包括香港公民党、工党和民主党等，其中许多机构都是民阵的主要成员。2019年，民阵还致信61个驻港总领馆和办事机构，呼吁对香港发出所谓旅游警示。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民阵仍然公然叫板，在7月1号和10月1号企图发起游行集会，但在香港国安法震慑下最终无果。该组织头目岑子杰、欧若轩也因企图瘫痪特区政府管制而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2020年10月，接替岑子杰出任召集人的陈浩环曾在民阵发起游行遭香港警察反对后，多次以个人身份承接非法集会，涉及4宗案件、14宗罪。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周一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被问及事件时，重申市民言论、集会等自由受基本法、香港人权法案保障，但非无限制。